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哦，新青安寬限期到期，以為會斷頭，會有法拍潮，很多人都想錯了哦。先說結論，今年7月底哦，馬上要到了哦，新青安首波寬限期到期的人數是最多的哦。那最多其實也只佔所有申請者的 14%， 所以根本就不會有事情。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經濟成長亮眼哦，那為什麼跟你無關？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來跟你討論新青安首波寬限期要到期了，這是我們來聊一個看空一族最愛的新聞哦。標題我念一下：新青安首波寬限期將至，月繳1萬變4萬，房貸族3招自救哦。那內容是說，新青安政策從2023年開始，預計在今年7月結束。然後今年7月底就會是第一波新青安3年寬限期的截止日。那如果你有發動寬限期的話，以貸款1000萬為例，你在前3年的月繳只要1萬4，寬限期結束以後，你的月繳會暴增到3萬2哦。到時候就會有一堆人會繳不出來，房子會被法拍安諾都安諾。那文章的最後面就給了3個了，不過我看這個第2個還好哦，所以我主要就講這2個，給了2個可以讓你度過難關的解決辦法。第一個再延長寬限期就是你先跟銀行溝通，重新協商寬限期請銀行多給你1-2年的緩衝時間，只要你狀況不要太差，通常都有機會答應，因為行員也不想寫報告那我這個要強調一下，就是不要簡單啦，如果你還真的能拿到寬限期，那也不會是完整的寬限期就是你要還本金，那本金可能只還1/2或1/3這種變化球形態的寬限期。那有是有機會嘛，那就去試啊然後文章中說的第2個是延長貸款年限，我個人認為這個蠻困難的所以就不提。他是說什麼30年把它延成40年，我在市場中我就沒聽過有人這樣子成功得手，所以就不提了然後再來轉增貸，就是你都放3年了，而且你有經歷房地產最噴發的2024年，那房價應該也都起來了，那你就可以重新建價，然後跑轉增貸跑轉增貸就是轉到別間銀行了。你說新青安的合約就到這邊為止，清償掉那你就去換去別間銀行貸，然後去爭取別間銀行會給你寬限期，這樣，所以招都是有的啦。再來你要知道，銀行比你還緊張很多人以為銀行巴不得你違約然後就要收走你的房子，把你趕出去，要法拍，要大賺一筆，怎樣有的沒的。我跟你講，沒有，銀行超討厭法拍的又慢又貴又魯小這樣，而且銀行它自己本身內部就會有一個東西叫銀拍了。走到法拍那真的是不得已啦，法拍的通常就是也拿不回全額啦，所以銀行的 SOP 就是能談就談，不能談才走到法拍去。那什麼樣的人能談，什麼樣的人不能談，對銀行來說，但是你越早來談越好談呢。你也不要想說要準備一堆東西跟說辭銀行要看的東西沒有那麼複雜，大概就是什麼薪轉啊、勞健保啊、投保明細啊、支出明細啊，你就是去戶政或是稅捐稽徵處都行你就去請個人的財產清單跟所得清單，這樣就行了然後還有什麼去年的扣繳，找得到就找，找不到就一起請下來，那請一份20塊吧，我記得，那就給銀行就好了。然後頂多要什麼還款計劃你自己整理的還款計劃，這個還款計劃不用寫得多複雜，你 Word 打一打就好，銀行都會告訴你怎麼寫，不然你就問 AI 由 AI 幫你寫那個措辭更嚴謹，那你就寫清楚說每個月要還多少然後收入是多少支出是多少，你希望怎麼還，延幾年，要不要拉長年限，要不要部分還本，就這樣子而已那跟銀行協商好了，銀行就通常都会願意跟你討論了。你不要等到已經爆掉了，你知道嗎？就是確定繳不出来，賬單都已經過期了，然後你才去銀行求人家幫你，然後再來怪銀行說什麼雨天收傘，不是啊？你那個還沒有病入膏肓，你就要未雨綢繆，就要先去做了那最後你要知道的是，你該擔心的是有沒有提前準備就是寬限期到期的時候，真的會出事的人很多時候不是因為你沒錢而是因為他亂來啦。例如說投資失利，對不對？什麼融資炒股，炒一炒就爆掉了，或是公司經營失敗安諾都安諾。因為如果你本來收入就有問題的話，銀行早就不會放款給你啦所以都是你房貸繳一繳的過程中發生變化，比方說被裁員嘛，這個問題最多。不然你以為台灣房貸違約率常年維持在大概 0.07%， 我再說一次0.07%， 這是1/1000，這到底是怎麼來的？台灣銀行審核之嚴格，世界聞名
但是如果你不是我們前面的那種什麼直接無力償還的人，通常你只要好好講，銀行都會讓你過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啦。他把你斷頭斷掉，他也沒什麼好處他只是需要你給他一個理由，讓他相信你還得出來就可以了。當然要注意的是，你重組以後，這件案件確實會在聯徵系統留下記錄，你未來要再申請其他貸款的時候，條件會變差。那這個代價是不是比你講的什麼直接破產都還好很多了啦？法拍留下的是違約的記錄，重組留下的是協商的記錄，兩者差很多。就是寧願未來在貸款的時候利率高一點那也不要讓自己走到房子被法拍掉的這個結果。那最後我再補充一個資訊給你就是為什麼我不覺得新青安寬限期到期會出事來，你看我劃線的地方，根據財政部統計，新青安貸款戶中有 51% 的貸款戶根本就沒用寬限期。那有申請寬限期的申請3年占 14%然後寬限5年的有 25%。所以这次新聞中提到寬限期到期的人我們可以這樣子講就是全體的 14% 而已呢。那這個 14% 你覺得可能是新青安一到然後馬上就立刻就出現申請的也沒有啊。所以實際上會遇到寬限期到期的人是比想象中還少，非常非常的多的。而且也不可能說這 14% 這統一突然就我不行了，銀行救我一次有 14% 的人要救，不會這樣他還有他的爸媽，他還有他的另一半都撐得過去的。所以各方因素考量之下，要怎麼期待今年7月底新青安爆掉，房價要大崩，很難極端的難還是那種每次看到說什麼新青安要到期就會有一堆法拍，就是沒有去看這些數字深入去思考一下。所以这空軍就最喜歡這種言論嘛所以還是空軍還是洗洗睡啦，盡早睡覺夢裡什麼都有。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聊了新青安首波寬限期即將到期的新聞。那我也為你分析了新聞提到的月繳暴增的問題跟3種解決方式包含延長寬限期、改季繳或延長貸款期限。我先說這我沒有聽過市場實務上有誰真的成功還有轉增貸其實還有第4招我在八卦的時候補充給你。那我也跟你分享了銀行面對貸款問題時候的態度我跟你說銀行比你還緊張，他也不希望你的房子被法拍造成他的麻煩。此外我也指出，根據財政部的數據，今年7月底會真正面臨寬限期結束壓力的人只有 14%， 比你想象中少很多。因此結論是接下來的房市還是相當之穩健，你是不用太過擔心。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新青安 2.0 會限縮寬限期嗎？肯定會，5年太多了。B 不會，他也怕你繳不出來。C 我認為會直接取消寬限期。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意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会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置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其實還有一招什麼招？你把房子賣掉你畢竟持有3年你經歷了房價噴發的2024年對啊，所以你只要當初沒有買錯，房子都已經是漲價了。那你現在面臨的那個很恐怖的那個什麼寬限期到期你的月繳要變非常的多，把它賣掉嘛，賣掉就好啦，賣行情就好。然後此時有2條路，第一個你拿到錢去租房子或幹嘛，然後養生休息慢慢賺錢存錢，看日後再買這是一個做法。第二個做法，你可以賣的時候直接掛條件叫售後回租，你知道嗎？售後回租你還可以售後回租3年5年我跟你說會有買方願意因為他不用找租客，
而且他也不需要擔心那個租客破壞房子，就是你自己的房子，你自己在住，你總不會就是什麼馬桶孔追你啊，應該是不會啊，那你就好好的住，那他就有每個月有穩定的租金可以收。我跟你說，自產我們是很喜歡這種只是說屋主這邊講一個題外話，就是說屋主會覺得說我要售後回租那我的租金他就此時就會想要占便宜，他就不會給行情租金，比方說行情22000，他就說16000。那買方的話，反正就是房地產在差的時候，買方講話大聲房地產在好的時候，賣方講話大聲。那像現在就是房地產差的時候，所以你開這種遠低於市場行情的租金，你想要來個售後回租買方不答應啊。所以你就是用行情來租就好了。那行情來租3年5年 OK 呢，真的是 OK 呢。我們會想要這種案子呢，因為真的是完全不用花錢在整理我完全沒有裝潢的問題，然後我也每個月有租金你自己的房子你也住那麼久了，然後我確定你有錢，為什麼你房子就賣給我啦所以你手上是有大錢的那你只要不亂搞或者什麼，房租不會繳不出來，或是就約定嘛，就放一個什麼賬戶，那你就先把未來5年的房租就先存過來，那拿到這種房子很 OK 啊，這叫多方都 OK， 你只是把房子賣掉而已。所以你真的要讓自己走到信用破產被法拍那一關，我跟你說真的很困難。最多是什麼問題？最多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比方說 Sugar Daddy 的小三，真的我沒有遇到反正他就要賣。你看他也沒去跟銀行協商，他直接要賣，為什麼？因為那是 Sugar Daddy 用他名字買的，然後以前貸款都是他在繳的，現在分手了分手以後他就繳不出來，他也不想去八大上班或者什麼，那他就說要賣，合理啊，对啊，所以你要讓法拍要爆量真的是相當困難。那你說好啊，那大家都想说都要來賣一次通通掛出來，所以那個房價會低房價就會開始跌，那是另一件事情了那另一件事不會是全台灣一起低，那可能幾個重災區，因為新青安就很喜歡買一些特定地方的成屋，或是他當初是買預售，然後現在在交屋了，交屋的時候他辦的是新青安所以會密集出現在點狀分布啦不是面狀的分布，那我們不是那些地區就沒什麼事啊所以參考給你我就很不懂說現在是空軍是就當銀行都不會審核的，是不是？只要你來，你符合新青安資格，1000萬就給你，是這樣嗎？不是嗎？說新青安到期就是法拍潮，我跟你說，還有2010年就開始辦的叫舊青安，它不是叫舊青安，它以前一開始出來叫做青安，所以我們現在叫新青安嘛，对不對？新的那方便區分，我們就叫它舊青安就像2010就開辦了呢，2010呢。你要不要看一下距今幾年前？因為早就陸陸續續都到期，甚至有人都已經還完了，你知道，中間也沒看到什麼法拍潮，甚至我們可以說這個 0.07% 就是那個舊青安惹出來的，有怎樣嗎？也沒怎樣啊。而且這 0.07% 就1萬間有房貸的房子才7間被法拍的狀態，我跟你說這7間還要再扣除人家的特殊操作，特殊操作是操作什麼？比方說什麼用法拍去實現某種目的，你知道嗎？所以台灣房地產超級之堅挺，堅挺到爆，真的是不需要太過擔心。